我一直在思考说什么叫做眷村菜。现在慢慢的体会，然后做了这么多，我才发现哦，什么叫做眷村菜。眷村的由来一定就是从大陆然后推过来的一些军人嘛，然后在台湾这个地方驻扎。他的精神跟意义上，我觉得是坚韧不拔，很有毅力的一种表现跟体现，还有勤俭的体现。然后在料理上的意义的话，我觉得是很家常的东西，但是它的味道很有层次，很有特色。我希望把眷村菜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在别的县市你也可以吃到我们的味道。Military dependence villages were born out of necessity to house 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who came to Taiwan after 1949. Each home brought with it memories of other provinces, and in their shared kitchens, a new kind of cuisine began to take root. Near central Taiwan's Qingchuangang Air Base, Fuxing Restaurant has been part of that story for almost 7 decades. Now run by a third-generation couple, their dishes echo the blended traditions of Taiwan and beyond. 眷村菜是什么？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来说，我们会把它解释成就是这个眷村住着不同省级的人，大家一起分享、一起长大、一起在这里生活，一个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省级人的味道。其实眷村菜是融合了很多的料理在里面，也有台湾的味道，也有可能内地的味道，也有甚至其他国家的味道，像还用了瓦萨比。所以我是希望可以告诉大家说，其实它是一个融合性很高的一个菜，然后口味上也是平易近人的。阿菊。In this kitchen, cooking is a craft that calls for focus and constant learning. Zheng Feng and Ying Ying have been at the helm for 4 years now, carrying on a cuisine unlike any other, a bold fusion of tastes from across numerous provinces. It's this steady dedication that has preserved the timelessness of their specialities. 中餐有个地方很好玩，比较跟西式或者是日式比较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照克重下去算，然后也很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每天的食材的状况都不一样。应该是说对于食材的敏感度要很高，所以在调酱汁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去做调整。有时候今天卤的人不是我，别人卤可能卤的比较咸，有些人卤的比较淡，那你在最后的调整，你就要可能今天要咸一点，可能今天要淡一点，然后可能今天要酸一点，今天要辣一点，你都要去一直去试试，一直去做微调。很多人问我们说怎么不开分店，我们一定想开，也会开，但是在这个之前，你的根一定要扎深，就像大的榕树，你没有长大，你直接就想要让它开枝散叶，
就是很快就会团灭了。那你想要有一片森林，你一定要大树先慢慢长好根，慢慢再把它分株，这样子森林才会旺盛。经营一个餐厅，其实还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事情，像财务，然后厂商叫料、客诉纠纷，然后还有里里扣扣的一些杂事。其实这些很细的支流，只要断掉了，你就没有办法汇成一条河。跟我老公的配合就是像一个舞台剧好了，他就是要站在舞台上面，像小当家一样这样子爆炒、热炒，然后就是发光的人。那一个舞台就是一个主角就够了。那幕后人员很重要，后面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就是我要去处理。对，等于是一个大家互相配合。Ying Ying's mother Lili helped shape the restaurant into what it is today. Marrying into the family at 18, she learned the ropes from the restaurant's founder and her mother-in-law, Gao Guweja. Though she's since retired, the restaurant is still a big part of her life. 如果今天有人要说复兴餐厅怎么样，我会出来，我会帮你们捍卫复兴餐厅，你们不要紧张。你像我现在退休，我虽然没有在厨房里面待，我会有的时候会跑到外场来帮忙。我还是会问客人你觉得这个菜怎么样？要，水饺 OK 吗？除了料理跟管理上的话，就是岳母的精神吧。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可以很接纳别人的意见，然后给每个人很多的空间。只要你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餐厅好的，那他都可以接受，他也不会说不管你就照我的方式做。我就觉得，其实这样的配合方式是我蛮开心的。那他也很尊重我的想法，也会跟我讨论啊。我是觉得让他们去尽情发挥就好，但是我是后面会去支持他们的那个人，所以说我就很放心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这些孩子。Each dish at Fuxing Restaurant is shaped by careful choices, such as a certain texture, a specific cut, or the right balance of fat. Behind it all is a network of trusted vendors who know exactly what chefs seek. 威哥，你好，高炸，你好，今日较高吼。对啊，差不多啦，拢真水啦。啊，地道咧？地道伫遮，地道还未洗好再送过。哦，好。今日中午头。今仔日的中午，变做烤肉的，有水哦。有啦，有水啦，拢老足水的。应该拢今日啊。今日啦，都是今天的啦。今天现采的。我们挑选的时候，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它的厚度了，它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作业排起来的层次跟整齐度会有差距。所以你看这一块，它的肥瘦相间就非常的刚好，非常的完美。然后我们会把上面这块稍微处理掉之后，就留下大概4层的这个部分，然后来做梅干扣肉的这道料理这样子。我们选鸭子大概都会，第一个是看它的大小啦，跟它的重量，这个大小是最刚好的。然后还有它的胸口的厚度，因为其实鸭子最重要就是它的鸭胸嘛，最嫩的部位，我都会闻一下它有没有够新鲜啊。不新鲜的话，它里面内脏就会有点腐败的那个味道，那个血腥味。它这个肥油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不会浪费掉，这个肥油其实是非常新鲜的鸭油，我们会把它留下来之后，然后后续再做加工，然后变成我们葱油饼的鸭油，然后把它拌进我们的饼皮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连油都是自己炸的。阿姨，饱啊。OK， 好，谢谢。Trained in both Japanese and Western cuisine, he never imagined that one day he would be part of his wife's family legacy. 当初会想要接手这个餐厅，当然是因为在跟太太认识的因缘机会之下，然后他跟我说他们家是经营一间老字号的中餐厅。然后我就说，原来在台中还有这样子一间这么有历史味道的中餐厅，是我不知道的。然后光是看到菜单，我就觉得有蛮多道料理是让我觉得蛮有期待的，像是
麻辣牛肚、黄瓜拉皮、凉拌菜心这种东西，是以前我在别间餐厅是没有看过也没有吃过的，所以我就是也带着我的家人，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哥哥姐姐一起来这边用餐。当时就是被奶奶跟妈妈的味道所征服了，然后那个时候女朋友的妈妈，也知道我是做餐饮的，然后是她的邀请之下，我才思考过后才想说要回来接手这间餐厅。我不是说为了钱我想一直给它撑下去，我是为了这个口味，原来这个口味都是岁月下来的东西，这个精华你都随随便便收掉啊，说实在哈，很可惜。我说你要不要过来做看看？他才答应说过来做。那我那个时候有在思考说，这么好吃的料理跟味道，如果没有继续把它延续传承下去，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挑战跟惊喜当然是非常多，因为毕竟是我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嘛。其实即便都是做餐饮，但是日式、中式、西式其实都有蛮大的一些差异，所以这一点也从岳母身上学到了很多。鸭子的熟度、扣肉该怎么摆、怎么调味，然后要到什么程度。Braised pork with preserved vegetables was the first dish Lili taught him, a signature of the restaurant that demands precision. Each piece of pork belly must be sliced just right, its layers of fat and meat in perfect proportion. 跟岳母在学梅干扣肉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没什么概念，因为以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有吃到梅干扣肉这道菜是在我印象中是在客家菜吃到，但是它的功法跟呈现方式没有像复兴餐厅这么的精致，然后这么的细腻，然后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它是一个很考验技术经验的一道料理，所以每次端出去的时候，我其实都蛮有自信的，我就说这是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的一道料理。现在很多人都说，新的一代年轻人接手都会偷吃步，就是能减则减嘛，能省则省嘛，因为第一个累嘛，花时间嘛，就懒。但是我反而觉得，我们年轻人更应该要一步一步来，因为我们有体力、有时间、有精力，那你更应该一步一步去把它做好。而且料理这种东西，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不能懒啊，就是不能懒啊。很多小细节就是你就是得按部就班啊。Another house staple is the spicy beef tripe. First introduced by the restaurant's founder, it sparked the momentum that carried the business forward and helped it to thrive. 刚才我加了一些调味料，因为我觉得刚刚它要表现的酸跟辣还有麻稍微弱了一点点，比较没有层次。因为我们添加的调味料其实蛮多种，所以它在每一个加完之后的味道都会呈现出来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试，甚至吃到后面我们还请旁边人吃。以前奶奶家的时候是加花椒粉，那我们试了一阵子，就觉得说花椒粉有点破坏它的平衡，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尝试，我们就觉得说，其实用我们自己炼的花椒油，它其实又有麻的味道，然后又可以带出花椒真正的香气，然后也给妈妈去尝试过，她也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棒的 idea。奶奶那个时候有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有保留下来，因为我们要一个传承，而且我们自己都会吃。那你说口味上有没有变化？是一定会有变化，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随着时代变迁，每一代的口味确实都会不太一样，但是该保留的基本元素还有原味，我们也是存在。他们还是有在试的，就是慢慢在改我的味道。就像我那时候在改我婆婆味道，那时候我在改的时候，我婆婆有的时候，我跟我婆婆有时候还是会起冲突啦，但是我就不理她，毕竟年轻人的口味跟老一辈的口味不一样。但是只要不要太离谱，
就 OK。基本的东西一定该留，而且都不要走样。These special flavors trace back to Lili's mother-in-law. She was trained by the head chef of the Air Force Officers Club. She then founded Fuxing Restaurant in 1962, bringing cuisine once reserved for the military's upper ranks to everyday tables. 我们就是住在这个军营旁边，就开始大家有脑袋瓜的人，就是会想要办法去赚这个钱。那我婆婆他们那时候也是卖杂货，然后兼卖就是炒饭、炒面、牛肉面啊、卤菜啊，就刚开始都是做这一些而已。我以前读明道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美工科，我要画画画到很晚，我就坐最后一班车到这里是差不多晚上10点半，将近快要11点了。那回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婆婆一个人在洗碗啊。那我爸爸会跟我讲说：“哎，你那个孟阿姨还在洗碗，你要不要过去帮？”我想说：“啊也好啊，就去帮他们。” From that day on, Auntie Meng taught Lili the secrets of her kitchen, one dish at a time. Each recipe to Lili now is more than just a meal. They are a way of keeping her mother-in-law close with every familiar motion. 刚开始就是进来就是这样慢慢来。进来的时候也是从最基本学，我进来就是先洗碗啊，洗碗洗菜啊，然后慢慢切东西啊。我要会炒菜，我还会切冷盘，我还会配菜，我甚至可能洗碗那边没有人洗的话，我可能还要跳到洗碗那边，就是一个人可能是当3、4个人用。我婆婆她是真的是蛮伟大的，她今天不是光盖这栋房子哦，她3个儿子那边1人1栋，我心想说，哦，你还真厉害。女人的韧性都比较强，你知道吗？她就怕孩子饿到，然后她就是只要哪里听到有可以钱赚，她就去。她最早的时候是在洗衣服，就是帮阿兵哥洗衣服。她骂我，她还是该骂，她还是会讲我，但是。就是真的忙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那种默契，就是像老战友那种味道。所以说我一直很珍惜他以前教我的那些东西，甚至被他骂过都没有关系。那个都是真的有钱买不到的了。奶奶身上就是让我看到一个坚强的象征，她是一定都会站在厨房里面，不管她的脚有没有歪掉，然后有没有被烫伤，还是弄了皮换了皮之后，坚持要站在她的灶炉前面。那从她身上就是看到了一个韧性跟坚持，然后节省都是为了家庭。我来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太方便了，但是我都还会跟她打招呼啦，聊2句，因为她每天都会经过餐厅。那其实看奶奶这样子，我们也都知道她以前经历了什么，好像说从10几岁就开始做，做到60、70岁还不肯离开厨房。光是这一点，我就觉得相当的令人敬佩。毕竟我们都算是厨师，我都不敢保证我可以做到那么久。妈妈也是20几岁，然后嫁到岳父家就开始工作。那我就很佩服她们2个女性嘛，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真的是让我真的相当的佩服。她们都是一步一步做，也不会有什么偷吃步，该做的做，不该省的绝对不会省。那我妈妈就是为了我们3个小孩，还有跟我爸爸，她就是必须要咬牙忍下来，那也是苦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丰衣足食的，就是不忘本。那个时候我也有想过，说这个店要是关的话，我婆婆她一定很伤心。所以说我也是咬着牙，一直把这个餐厅这样能撑就撑下来，包括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啊。虽然他走了，但是我还是跟我女婿还有我女儿讲说，复兴餐厅这个招牌这4个字，你们不要给我砸。我也蛮感谢我那个老大，我的老大那个女儿，她本来她是在台中教育大学毕业以后去当那个特教老师嘛，
后来他放弃老师的职位，他就又回来帮我看外场。他们很愿意做，我就已经很高兴。因为说实在，中餐这种东西，尤其是像他们这种热炒的啊，没有多少人要做，而且现在真正要吃苦的年轻人也找不到。As one generation passes the torch to the next, the restaurant endures as a keeper of heritage food and hope, holding steady amid rapid change. Time has swept through the old military villages, leaving behind broken walls and traces of the past. There used to be nearly 900 military dependence villages in Taiwan. Less than 30 remain today. 我是觉得可惜啦，可惜的是说，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古迹、历史回忆。小学2年级、3年级，我就常常在这里玩。哦，我们这边什么不多，巷子最多。最标准的门，看到没有？这个是最标准的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标准的、非常标准的那个眷村的那个，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院子。其实这种小院子，在我们来讲以前是算很温暖的，因为小孩子会在这里玩呐、啊，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喜欢在像我家后院就有一个这样的院子，可以放烟火啊，或者是养鸡、养鸭什么之类的啊。其实说实在的，我这一阵子退休下来，我在外面跑外场，常常也是碰到有一些以前在地的孩子，他可能到北部、到南部，甚至上国外，他回来以后，他就还会跑到我们家去找，他就是要去找那个味道，就这样子。然后我听的就是蛮感心的啦，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要说，把这餐厅慢慢的一定要给它持续下去啊！我都是跟我们员工怎么讲？我说你们要跟着我一起捍卫这个餐厅。The village, once bustling with life, has quietened to a whisper. But here at Fuxing Restaurant, the echoes remain, kept alive by those who refuse to let them fade. 有吃味道吗？那个，颜色好像没有很红，这样，差不多。常常有很多客人来说，他们其实来这边不是只是吃饱饭而已，他们常常吃的是一个回忆，然后一个感觉。有时候常常看到很多年纪比较大的客人都是从奶奶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我也很希望说未来有机会可以得到米其林的评鉴，把眷村菜做成台湾的某一种菜系。像台湾我们就会讲台菜、小吃、半桌菜，那眷村菜以后一定也会成为这个历史上的其中一个菜，台湾属于台湾的菜系。我也想要继续经营这一部分，对，因为之前就有人常常讲说，哦，他们从军营的时候就吃到现在，也带了他们的小孩，也带了他们的孙子，然后可能还有外国的朋友也来了，那这就是一个流传吧。来，麻烦菜好。这个餐厅已经快要70年了，那我是希望我们家这家店就是至少让它超过100年。那现在有点知名度了，那客人络绎不绝，我们也是怀抱感恩之心，也是希望继续这样子经营下去。对，那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4代或5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当然会是希望这个餐厅还可以看到它存在的，毕竟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这一个历史的见证。While the village's future remains uncertain,
Fuxing Restaurant's real foundation has always been its people. The family who carried on the recipes, the staff who showed up day after day, and the customers who kept the tables full and the spirit alive. Rooted in history and carried forward with passion, the flavors of military dependence villages will endure, always ready to be shared with those who remember and those yet to come. 其实眷村菜对我来讲话，是一种儿时的记忆扩展到我觉得我的一生，还有一种温暖。所谓温暖，就是说可以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们在哪个节庆日，就是会吃到这道菜。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很难得啊。我经历了西餐、日本料理、中餐，也看过很多的餐厅，跟过很多的主厨。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我在东京那个时候的主厨，主厨就跟我说，身为一个料理人，你一定要做出属于代表自己的料理。其实我那时候不太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我们是台湾人嘛，那我当然要做属于自己的台湾味，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料理。所以我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更坚信我回来接手这间餐厅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我觉得这才是属于我自己的味道，台湾的味道，然后在地的味道，眷村的味道，这才有一个连结性。来这间餐厅更有一种使命感，就是延续这个味道，延续这个传承，回忆下去。